徐凯合作这么多女演员，为何只有谭松韵让观众觉得天生一对？不是颜值，而是他们演出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如果有人问我，这2年哪部都市爱情剧最容易让人反复刷，我一定会把《你比星光美丽》放进名单里。不是因为它的剧情有多么跌宕起伏，也不是因为它拥有最豪华的制作阵容，而是因为韩婷和纪星之间那种看似平静，却足够让人上头的爱情。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够理解那些网友为什么会说韩婷这个角色有毒。更准确一点说，不是韩婷有毒，而是徐凯演出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自己。很多演员都有代表作，但真正能够做到角色和演员彼此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多。韩婷就是徐凯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而让我真正好奇的是，同样都是合作当红女演员，为什么只有谭松韵能够把徐凯身上那种一直隐藏着的魅力彻底激发出来？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答案也许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6年19部作品，徐凯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奔跑。很多人都觉得徐凯属于一夜爆红，事实上并不是。真正关注过他的观众都知道，从《延禧攻略》之后，他几乎成了娱乐圈最忙的男演员之一。短短几年时间，他陆续出演了10几部电视剧，古装、现代、民国、仙侠、偶像剧，几乎所有热门题材，他都尝试了一遍。如果只看资源，徐凯绝对算得上同年龄段演员里的幸运儿。合作对象更不用说，吴谨言、白鹿、杨幂、古力娜扎、景甜、周冬雨、程潇、钟楚曦、李一桐、杨紫，几乎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一线女演员。这样的搭档阵容，放在任何男演员身上都足够令人羡慕。可是奇怪的是，资源越来越好，讨论度却始终没有真正突破。每一部剧播出的时候都会掀起一点热度，可剧一结束，热度也跟着结束， CP 散了，角色也慢慢被遗忘。很多观众都会说一句许凯挺帅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你比星光美丽出现，《延禧攻略》让大家认识徐凯，却没有真正认识他。徐凯第一次真正进入大众视线是《延禧攻略》里的富察傅恒，那个时候他还带着一点婴儿肥，演技谈不上多成熟，甚至面对镜头还有一点新人演员的青涩。可是傅恒这个角色太讨喜了，忠诚、深情、克制，尤其和魏璎珞之间那段注定无法圆满的爱情，至今依旧是很多观众心中的意难平。不得不承认，于正挑演员的眼光一直很毒，他知道什么样的脸适合镜头，也知道怎样的新人能够迅速吸引观众。傅恒成功了，徐凯也成功了，但是这份成功更多来自角色本身。观众喜欢的是傅恒，并没有真正爱上徐凯，所以后来上时再次让吴谨言和徐凯合作的时候，很多人都期待能够复制《延禧攻略》的辉煌，结果却令人遗憾。2个人依旧有默契，演技也没有明显退步，可是那种让人心动的感觉却消失了。为什么？因为爱情戏最怕复制，第一次让人感动是惊喜，第2次照搬就只剩熟悉。白鹿是最适合和许凯打闹的人，却不是最适合谈恋爱的人。如果说吴谨言代表的是遗憾，那么白鹿代表的就是青春。烈火军校播出的时候，我也曾疯狂嗑过顾燕珍和谢湘，他们每天互相斗嘴，互相拆台，一路从兄弟变情侣，节奏轻松又自然。尤其2个人现实中本来就是多年好友，
所以很多互动根本不像演出来的。那时候全网都在喊二搭二搭，后来招摇来了，热度依然不错。可是仔细回头看，会发现一个问题，大家记住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搞笑，而不是爱情。他们像朋友，像战友，甚至像家人，唯独不像成年人之间那种怦然心动的恋人。这一点其实并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给人的气场决定了 CP 的上限。他们太熟了，熟到没有陌生感，没有探索欲。爱情需要一点未知，也需要一点危险感。而徐凯和白鹿更像两个可以一起疯、一起闹、一起成长的人。这种关系很舒服，却未必最容易让观众沉迷。为什么和那么多美女合作都没有真正封神？很多网友把原因归结于剧本，也有人认为是角色塑造不够立体。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我始终认为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徐凯过去演爱情戏的时候，总给我一种努力在演爱情的感觉，不是演技不好，恰恰相反，他很多细节都处理得不错，眼神、停顿、肢体动作，几乎都符合偶像剧男主的标准。可是越标准，反而越容易让人觉得像是在完成一套公式。霸总该怎么笑？深情该怎么看？拥抱应该停留几秒？所有动作都很准确，却少了一点生活里的呼吸感。简单来说，就是观众知道他在演。这种感觉在与不少高颜值女演员合作时尤其明显。画面很美，镜头很高级，但真正能够让观众相信他们已经爱了很多年的瞬间却少之又少。直到谭松韵出现，我第一次发现徐凯原来还能这样演戏。他不再刻意耍帅，也不再执着于保持完美的霸总形象，他的眼神开始有了温度，他的停顿开始有了情绪，甚至连沉默都像是在表达爱意。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终于明白你比星光美丽真正成功的地方，从来都不仅仅是剧本，而是两个演员之间产生了一种极其罕见的化学反应。这种东西没有人能够设计，也没有人能够复制，它更像是一种缘分。而这也正是徐凯过去那么多作品里始终缺少的最后一块拼图。真正改变徐凯的不是霸总人设，而是谭松韵给了他生活感。很多人把你比星光美丽的成功归功于韩婷这个角色，毕竟霸总一直都是偶像剧里的流量密码，成熟、专一、多金、隐忍，几乎每一个标签都精准踩中了观众的审美。可如果仅仅因为人设优秀，那么为什么同样饰演霸总的男演员那么多，却很少有人能够像韩婷一样，让观众直到今天还念念不忘？在我看来，真正让韩婷成功的，并不是角色设定，而是徐凯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而这个变化，恰恰发生在遇见谭松韵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徐凯以前演戏，眼神更多是在表达，他会刻意传递深情，刻意表现克制，也会精准完成导演要求的每一个情绪节点。这种表演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非常专业。但你比星光美丽里的徐凯却开始学会了感受，尤其是在面对季星的时候，他的眼神并不是在告诉观众我喜欢他，而是真的像一个深爱对方的人，不自觉地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有人说，那叫眼里有光。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忘记镜头的状态。演员最难做到的，从来不是哭得多真实，也不是台词说得多流畅，而是在镜头存在的情况下，还能像生活里一样自然。这一点，徐凯和谭松韵做到了。
谭松韵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少女感，而是接戏能力。这些年，关于谭松韵的讨论一直很多。有人说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有人说她没有攻击性的美，也有人觉得她并不是娱乐圈最惊艳的女演员。但如果认真观察她合作过的男演员，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钟汉良、任嘉伦、林更新、景柏然，还是徐凯，几乎每一次他都能迅速和对方建立一种非常舒服的互动关系。为什么？一位长期研究影视表演的业内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观点，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他说，真正优秀的演员不只是自己会演，更重要的是能够接住对方。这就是业内常说的接戏。当对手演员抛出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呼吸的时候，你不是按照剧本去回应，而是真正被他的情绪影响，再给予反馈。这种互动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流动出来的。我觉得谭松韵恰恰拥有这样的能力。她不会抢戏，也不会刻意表现自己，她更像一个特别好的倾听者。于是，对面的演员会越来越放松，情绪也越来越自然。徐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为什么徐凯和谭松韵会产生这么强的化学反应？很多网友喜欢用一个词 CP 感，可 CP 感到底是什么？有人觉得是颜值匹配，有人觉得是身高差，还有人觉得是亲密戏尺度。其实都不是。不少导演在采访中都提到过，一个优秀荧幕情侣最重要的不是长的配，而是彼此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所谓化学反应，说到底就是一种无法复制的默契。比如对视的时候，有些演员只是看着彼此，有些演员却像真的在交流。再比如拥抱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完成动作，有的人却让观众觉得他们真的舍不得放开。你比星光美丽里最打动我的，从来不是那些高甜名场面，反而是很多不起眼的小细节。韩婷开会时，下意识寻找季星的位置；季星讲话时，韩婷会不自觉露出笑意。两人沉默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尴尬。这种感觉更像现实里的情侣，没有刻意撒糖，却每一个细节都在表达喜欢。也正因为如此，很多观众才会觉得他们不像是在演偶像剧，而是在经历一段真实发生过的爱情。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两个演员彼此成就。网上一直有一种声音，有人说是谭松韵带飞了徐凯，也有人认为是徐凯塑造了韩婷，所以才让谭松韵的季星更加鲜活。其实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两种说法，因为真正优秀的表演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它更像双人舞。一个人跳得再好，另一个人跟不上，画面依旧不会精彩。你比星光美丽最大的幸运，就是徐凯和谭松韵在同一个时间进入了最好的创作状态。一个愿意收，一个懂得放，一个负责克制，一个负责回应。于是，两个人共同完成了一场观众相信的爱情，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成就。不过，网上也一直存在另一种声音，当然，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在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的网友认为，徐凯终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搭档。双引号，韩婷之后，再也没有哪个角色让我这么上头。双引号，他们不用刻意发糖，一个眼神就够了。双引号，二搭吧，我愿意再追40集。双引号，但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少。有人认为，韩婷成功更多是剧本加持。双引号，换任何演技好的女演员
都可能达到类似效果。双引号，大家只是沉浸在角色里，并不代表演员本人有特殊默契。双引号。还有网友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每当一部剧大火，观众总喜欢把角色感情延伸到演员本人？是不是我们太容易把戏里的爱情当成现实里的感情？我觉得这是所有追剧观众都会经历的阶段，因为真正好的演员本来就应该让观众忘记那是在演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边界。喜欢韩婷和纪星，可以；期待徐凯和谭松韵再次合作，我也完全理解。可是，把角色里的爱情等同于现实，甚至要求演员按照观众期待发展关系，这或许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追剧方式。不过，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真正优秀的荧幕 CP，并不是靠营销制造出来的，而是靠作品留在观众心里的。而韩婷和纪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韩婷之后，徐凯还能遇见下一个谭松韵吗？写到这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你比星光美丽的成功，到底能够复制吗？答案也许并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乐观。娱乐圈里一直流传一句话：好剧本可以预见，好演员可以合作，但真正的化学反应可遇而不可求。有时候，两位演员明明都是公认的实力派，站在一起却没有任何火花。有时候，两个人甚至第一次合作，却像已经认识很多年一样。这就是影视行业最神奇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很多导演在确定男女主角之前，都会安排一轮甚至几轮 CP 试戏，因为镜头不会骗人，有没有默契，一个眼神就知道。而你比星光美丽的幸运，就在于徐凯和谭松韵通过了观众最严格的一场考试，不是导演认可，不是平台认可，而是无数观众认可。韩婷其实也是徐凯成长最快的一个角色。回头看徐凯过去几年的作品，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以前的他更依赖角色，傅恒足够讨喜，顾燕珍足够阳光，厉晨兰足够深情。这些人物本身已经拥有鲜明的人设，所以演员只要完成角色，就已经能够获得观众认可。可是韩婷不同，韩婷的人设其实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千篇一律的霸道总裁。冷脸、有钱、高智商、深情，这些标签，国产偶像剧里已经出现过太多次。真正让韩婷脱颖而出的，并不是设定，而是徐凯赋予了这个角色一种生活里的温度。他不再只是一个成功人士，也会紧张，会吃醋，会犹豫，会默默等待，甚至会因为纪星一句话而露出压不住的笑容。这些细节没有一句台词专门解释，却让角色慢慢丰满起来。我一直认为，一个成熟演员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懂得留白。不是每一种情绪都需要用力表达，真正高级的演技是让观众自己去感受。而韩婷就是徐凯第一次真正做到这一点。未来的徐凯需要的不是更帅，而是更真实。最近几年，不少影视评论人都提到一个趋势：如今的观众越来越不容易被传统偶像剧打动。原因很简单，套路看得太多了，霸总壁咚、误会分手、英雄救美，这些桥段已经很难制造新鲜感。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反而是真实。韩婷为什么成功？因为她不像电视剧里的霸总，更像现实中那个能力很强，却不太会表达感情的人。纪星为什么讨喜？因为他不会故意制造戏剧冲突，他会委屈，会成长，也会犯错。两个角色
都不像完美人设，反而因此更真实。我希望未来的徐凯能够继续走这样的路线。比起不断重复帅气霸总，我更期待看到一个不断突破自己的演员。毕竟，一个演员真正的魅力从来不会停留在颜值，而是能够一次次推翻观众对自己的想象。为什么大家一直期待他们二大？有人说这是 CP 粉不愿意出戏，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真正优秀的荧幕情侣会让观众期待第二次合作，原因并不是观众分不清现实和电视剧，而是大家相信他们还能创造新的故事。就像赵丽颖和林更新、胡歌和刘涛、杨紫和李现，这些经典搭档之所以被不断提起，不只是因为第一部作品成功，更因为观众相信他们彼此之间还有更多可能。徐凯和谭松韵其实也正在慢慢进入这样的行列。当然，二搭未必一定成功，甚至很多经典 CP 第二次合作反而无法超越第一次，因为第一次是惊喜，第二次面对的却是所有人的期待，而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所以，比起为了迎合市场仓促合作，我反而更希望他们能够等到真正适合的剧本。只有好的故事，才配得上观众的等待。关于他们，我最认同的一条网友评论，看了几千条评论之后，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位网友写道：不是谭松韵成就了徐凯，也不是徐凯成就了谭松韵，而是他们一起成就了韩婷和纪星。我非常认同，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是某一个演员独自完成的，导演、编剧、摄影、灯光、剪辑，所有人的努力，最终才共同塑造了观众记忆里的经典。演员只是最后站在镜头前的人，但他们承担着最直接的情绪传递。所以，当观众被韩婷感动的时候，其实也是被整个创作团队共同完成的作品所打动。这一点同样值得尊重。不过，也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未来徐凯再次遇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搭档，那么今天大家所说的唯一还会成立吗？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话说得太绝对。娱乐圈一直在变化，演员也一直在成长。今天最默契，不代表永远最默契。也许未来还会出现新的惊喜，但至少截至目前，在徐凯所有已经播出的作品中，《你比星光美丽》确实让更多观众看见了他另一种可能。这种评价并不是否定他过去所有角色，而是认可他的成长。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写在最后，回到文章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徐凯合作过那么多优秀女演员，却只有和谭松韵被观众评价为天生一对？看完整部剧之后，我给出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不是因为谭松韵最漂亮，不是因为徐凯突然演技爆发，更不是因为营销做得最好，而是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段让观众愿意相信的爱情。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制造的糖，而是那些藏在眼神里的温柔，沉默里的理解，以及每一个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真心。这样的默契，也许真的很难复制，但正因为稀有，所以才更加珍贵。未来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再次合作，我们谁也无法预测。但至少你比星光美丽已经成为徐凯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无法替代的一段荧幕记忆。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徐凯合作过的所有女演员中，谁和她的 CP 感最强？除了谭松韵之外，你最期待徐凯和哪位女演员再次合作？如果你比星光美丽真的拍摄第二部，你还会继续支持韩婷和纪星吗？欢迎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聊聊。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华语娱乐明星动态和影视作品背后的故事，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支影片，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你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都是我们持续创作更多优质内容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